记录把玩时光，我是头羊特，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，就是最近现货的这样一套 Marvel Legends 极小漫画系列的挂卡。这一套挂卡的第一弹呢，其实我只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2款产品，一款是非常经典的无限手套篇的术士亚当，另外一款呢则是戴肯，就是金刚狼之子。也就是说，我对上一套的喜爱程度呢，其实仅停留在这2款，也就是说，我对这个迷你漫画版的这个整个系列的期待并不是特别高。那这个系列呢，也是如约的来到了第2套。这个第2套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整套的选题和产品的人物呢，其实跨度是非常大的，有 X 战警金翼 X 战警版本的野兽，然后有这边的后世的圣剑。就是 Excalibur 系列里面的 Rachel Summers， 还有这边的灰寡妇，其实黑寡妇啊，就是另外一套经典战衣 X Force 里面的猛扑，以及这个脱离行星吞噬者掌控的银华，还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夜魔侠无畏之人。夜魔侠无畏之人是出自1993年的漫画啊。这本漫画呢，其实我没有去阅读过，应该算是一个重启的夜魔侠重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是马克默多克失去自己父亲的这个场景，好像做了一些变化。所以说呢，其中他今天这个身着黑色连帽服这种运动服，然后戴上这个眼罩头巾，拿着一根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个 Billy Club， 就是这个警棍，或者说是像导盲杖的这个武器，这个形象呢其实是非常不常见的，也造成了这款玩具发售之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缺货。但是呢，就像我标题所说的一样，这款玩具从人偶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低于预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简单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这款人偶还是像惯例一样，我们在镜头面前365度的看一圈。可以看到呢，为了还原这个比较简约的造型，它没有做过多的这个细节的处理，衣服上面有一定程度的褶皱，但是非常的克制。然后看到正面来说的话呢，这个素体其实像极了之前红骷髅也好，或者说奇迹人也好那种素体，只不过呢是在上半身的部分加上了蝴蝶关节。然后这个蝴蝶关节呢，其实活动度呢也是比较有限的。你可以看到平台虽然能够达到超过90度的水平，但是呢，它的前后的可动大概也就是15度左右一个水平，能够支持它做这种抱胸的这个动作没有问题，但是也仅此而已。主要是因为我对漫画的不了解，然后同时呢，对这个造型呢确实看起来非常普通。如果没有这颗头雕的话，随便换上另外一个头雕，它就是一个穿着运动服或者是训练拳击的型男，或者甚至是有一点路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，看一下这一次的头雕。这个头雕呢，因为没有眼睛的刻画，显得是非常的朴素，甚至呢，头巾还有下半部分的脸部，它是上下2个分件。看到后面呢，有做一些褶皱的处理，然后呢，头发有做涂装，但是整个涂装的工艺好像都倒退了。嘴巴、嘴唇部分是有做分色，但是很浅，没有做这个胡青或者胡茬的一些刻画，显得是一个非常粉嫩的小白脸的那种感觉。个人觉得立体感非常的不足。头雕的部分呢是双段球形关节，非常的灵活，各个角度的姿势都能做。但是呢，这个头雕抿着嘴，虽然是无畏之人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搭配一些龇牙的头雕，还原一些战斗的姿势。虽然抿着嘴，法令纹也是皱着，但是看不出太多的这个情绪，稍微有些可惜。胸腰关节呢是球形关节连接，挺胸幅度非常小，弯腰幅度呢也不够理想，侧腰幅度甚至也还行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挺胸的话，就像张了一颗大嘴巴一样，没有办法跟 Galactoys 的这种设计相比，非常的可惜啊！明明很简单的这个设计，但是在孩之宝这边它总是不去做，不知道是专利的原因还是怎么样。然后这个地方断腰的这个下部分旋转，下半身部分呢没有下拉关节，这是非常常规的一条肉腿。双段关节的屈膝，无孔关节的设计，
脚踝的接地前后左右还都是比较紧实，然后脚踝还有一段旋转。整体来说素体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就给我第一印象就是2个字，非常普通。再加上头雕没有什么特色，虽然能够还原这个夜魔侠无畏之人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呢确实缺乏这个情绪化的这个表达，让人觉得这款玩具非常的平庸。然后再来看到配件，首先呢迷你的漫画系列当然会带着这本漫画，这本漫画的印刷可以说是可圈可点，背后成长之后的夜魔侠的剪影非常的立体，小时候的马特默多克抱着逝去的父亲，这个场景呢也看起来非常的悲凉。背面则是常规的这个 Marvel Legends Series 孩之宝的这样一个 logo， 放到一边去。剩下的配件，拿漫画书的右手或者说是个扳机手型，一个握持手型，一个实心握拳手，也就是说它整个握持手型它只能用左手去进行握持，非常的奇怪啊，很奇怪的这样一个设计。那无所谓啊，我们还是拔下手型，握住，然后让他把这个棍子拿好。区别于以往的夜魔侠的双棍或者说甩棍的这个造型，这个更像是一个警棍，也可以把它拴在手腕上面。但这个造型呢，怎么说都有点像是那种MCU 里面运动服黑帮里面的地痞，而不像是一个惩恶扬善的盲眼英雄盲僧的形象。当然呢，你摆好角度还是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帅气的 pose， 但也仅此而已。这款玩具呢，可能是因为我对于漫画的不了解吧，所以在我心目中它属于一款非常平庸的产品。如果跟我一样对它整个背景故事就是了解的一般的朋友呢，其实可以进行跳过，因为它确实没有正常的夜魔侠战衣那么经典。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，我是特效 Hunter， 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记得关注这个频道，拜拜。